而他一生最大的認知誤區就是嚴重高估自己在棋手心中的分量，所以現在變成了一根筋两头堵。英国《泰晤士報》爆出了一出黑色喜剧，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当年在香港兴风作浪、大名鼎鼎的乱港籍先锋、前民主党主席胡志偉。今年6月30号，他刑满走出赤柱监狱的大门。普通人熬過漫長的鐵窗岁月，大多會幡然醒悟，吸取教訓，遠離紛爭，尋找一處安靜的角落，踏踏實實過日子。這是人之常情。可胡志偉的思路完全跳出普通人的認知。在他扭曲的算計裡，4年5個月的牢獄不是違法作亂理應承受的懲戒，而是向西邊外部勢力邀功請賞、含金量最高的一份投名狀。早在案件剛刚爆发，短暫獲准保釋之時，他就布下一盤長遠的棋。法庭白紙黑字下硬性規則，想要獲得保釋，必須上交名下全部旅行證件，杜絕潛逃風險。法庭之上，胡志偉聲淚俱下，拍着胸脯信誓旦旦承諾交出所有證件，做一名服從司法裁決的守法之人。可台下呢，他上演了一出經典的暗度陈倉，偷偷把一本 BNO 護照藏在了家裡，刻意向法庭隱瞞，謊言終究無法長久。警方後續核查之中，這本被私藏的護照被直接搜出來。法官得知真相之後勃然大怒，當庭撤銷保釋，直接將他重新收押。當時全港媒體無數市民紛紛嘲諷，笑他機關算盡，聰明反被聰明誤。可胡志偉依舊沒有反思，死死守住這本 BNO 護照，把它當成自己絕境翻盤的護國甲，靜靜等待刑滿釋放的翻身之日。說到這兒，很多人就納悶，他為什麼不惜違背法庭命令，加重自身處境，也要拼命保住一本 BNO 護照？這就說到這群投機者刻在骨子裡的算計，完美對應《戰國策》狡兔三窟的典故。不過大家要分清楚，馮源為孟嘗君打造三窟，依靠着民心道義，而胡志偉想打造的退路，依靠的是出賣故土，依附外部勢力。兩者看似同為預留後路，但是道義之分，雲泥之別。在胡志偉長久的幻想之中，只要攥緊這本護照，刑滿之後立刻直飛倫敦，搭乘英國 BNO 5+1定居計劃順風車，搖身一變成為西方口中備受禮遇的抗爭英雄。他甚至在腦海裡反覆彩排完整的高光劇本。飛機落地希斯羅機場，迎接自個兒的是媒體鏡頭、鮮花，恨不得讓英國女王來迎接你。而自己呢，面對鏡頭表演一番，訴說4年牢獄的遭遇，順利拿到英國居留資格。以後繼續在海外反華圈子穩坐頭把交椅，坐擁獨棟別墅，按月領取津貼，後半輩子穩穩妥妥實現人上人的美夢。懷揣這般瑰麗炫幻的憧憬剛踏出監獄大門沒多久，胡志偉迅速訂下直飛倫敦的航班，橫跨歐亞大陸的萬米高空之上，西裝革履的他大概已經提前暢想勝利的畫面。然而現實永遠會用最殘酷的方式狠狠地給他兩逼斗。飛機平穩地降落在倫敦希斯羅機場，意氣風發的胡志偉昂首挺胸走到海關櫃檯，預想中的劇本鮮花、記者、接待人員蹤影全无，迎接他的只有幾名面無表情的英國邊境執法人員。工作人員調取檔案核實身份之後，立刻將他团团圍住， BNO 護照當場沒收，並且清晰告知限期7天遣返香港。這一刻，胡志偉編織多年的美夢瞬間碎裂。咱們不妨換位思考，此刻他內心必然充滿錯愕與不解。老子為英國的地緣博弈議題深陷烏倫整整4年，為何落地之後直接被當成不受歡迎的流民，準備原路遣返？就在所有人以為這場鬧劇會以遣返落幕之時，劇情迎來極具戲劇性的驚天反轉。經過數日反覆審查，英國內政部對外回應含糊其辭，僅僅輕飄飄解釋一句，當事人邊境文書存在行政問題。做了一段內部利益權衡之後最終批准胡志偉入境英國。看到這兒，不少觀眾心中會冒出第一個疑問：英國海關一開口強硬扣留通知遣返，為何最後鬆口放行？很多人理解為西方良心發現，這是非常淺層的看法。今天咱們跳出表面新聞，拆解背後的层层博弈。
首先，大家必須明白一件事：英國邊境管理局擁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，扣留、审查、拒绝入境、批准入境，全部建立在当下英國自身利益之上，不存在所謂的恒定的道义標準。最初，边境人员看到胡志偉厚重的国安法案底，評估風險，傾向直接遣返。但是一旦遣返，海外反對派輿論會大肆炒作，指責英國卸磨殺驢，損害英國長期依靠香港議題對華博弈的輿論工具。但是放心吧，絕不代表英國認可胡志偉，更不代表他從此高枕無憂。放心只是短期規避舆論風波的权宜之計。後續他正式申請 BNO 定居簽證，依舊會面臨收入門檻、語言考核、背景篩查等层層嚴苛審核，前路充滿巨大變數。西方接納棋子，前提永遠是棋子具備利用的價值。一旦失去價值隨時可以拋棄。易經否卦有言：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。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爭。所有依附外部勢力投機取巧之人，本質都身處否局之中。依靠外力獲得的機會永遠悬浮無根兒。局勢風向一變，所有的幻想顷刻坍塌。這場一波三折的機場風波不僅僅是胡志偉一個人的鬧劇，更是狠狠擊碎大批變賣資產、移居英國的港人長久以來的精神寄託。無數聽信宣傳變賣香港房產遠赴英倫的普通人，正在承受理想與現實巨大的落差。原本在香港從事醫生、教師、白領，擁有穩定體面的收入，遠赴英國之後專業資格不被當地承認，萬般無奈之下，只能進餐館洗盤子、外賣跑腿、倉庫搬運，從事底層體力勞動。當下英國通脹居高不下，能源、房租持續暴漲，社會治安持續惡化，本土民眾对新來的移民充滿排斥，不少移民港人長期遭受隱性歧視，在當地社會淪為三等公民。艱難的現實處境之下，很多人依靠一套精神勝利法自我麻痹，普通人過得窘迫，只是缺少政治籌碼。只要胡志偉這類核心大佬順利落地，獲得優待，就能證明BNO 是通往自由天國的通行證，證明自己當初傾盡所有的移民選擇沒錯。如今塵埃落定，這位萬眾期待的大佬雖然沒有被直接驅逐出境，卻經歷扣留、沒收護照、長時間嚴苛審查的重重關卡，並且設了一個上限，只允許他停留半年。所有人終於看清一條殘酷的真相：西方口頭宣揚的道義、自由、庇護，永遠建立在利益交換之上，從來不存在無條件的溫情。接下來，我們撕開英國 BNO 政策虛偽的外衣，看清這道政策從誕生之初就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利益生意。回看歷史，中英雙方早在簽署聯合聲明配套備忘錄中，白紙黑字達成共識 ：BNO 護照僅僅作為旅行證件，不賦予持有者在英國本土居留權。但是香港國安法落地之後英國單方面撕毀曾經的承諾，推出所謂的 BNO 5+1簽證計劃。很多人天真的認為英國是出於人道主義善心，事實恰恰相反。脫歐之後，英國經濟持續疲軟，勞動力缺口巨大，財政常年承壓。拋出 BNO 移民政策，兩大核心目的昭然若揭。第一，吸納攜帶資產的港人赴英購房消費，充當英國經濟的提款機。第二，持續炒作香港議題，打造輿論籌碼，用來在外交層面制衡中國。在英國人精密的算盤之中亂港分子永遠只有2種使用價值，是用來对華博弈的政治籌碼，手握資金奔赴英國的時候拉動消費、補充勞動力的經濟工具。一旦這個人失去了資產，沒法持續創造收益，僅單純尋求福利救濟，立刻就會被視作社會的負擔。有用的時候高調吹捧，沒用的時候棄如敝履。這就是資本主義博弈最真實的法則。道德經講：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。2000年前古人看透的人性，放到國際政治之中依舊顛撲不破。同時有一個常識，所有人一定要牢記：中方早在多年前明確宣告，不再承認 BNO 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與身份證明。這本被無數投機者奉為保命底牌的證件，根源之上自帶致命缺陷。BNO 護照本身不自帶永久居留權，想要長期定居英國，必須主動申請簽證，層層審核，從來不存在落地就能定居的神話。近年英國持續收緊移民門檻，
永居申請標準不斷提高，未來政策隨時可能再度收緊。咱们再回頭審視胡一偉的一生算計，窮盡心思兩頭壓住，一邊在香港大肆破壞社會秩序，一邊悄悄預留海外後路，妄圖事發之後遠赴海外安享餘生。而他一生最大的認知誤區就是嚴重高估自己在棋手心中的分量，所以現在變成了一根筋兩頭堵。國際博弈如同棋局，棋子永遠無法決定自身命運，棋手何時啟用棋子，何時捨棄棋子，全部取決於大局利益。棋子妄想依靠自身的價值跟棋手談條件，終究是鏡花水月。放眼整個香港，自香港國安法落地實施之後香港由亂到治，由治及興，已是不可逆轉的大局。一大批妄圖破壞家園，幻想依附外部勢力翻盤的亂港分子，陸續接受法律審判。這些人需要認清一個現實：祖國不承認 BNO 證件，西方釋放的善意永遠附帶苛刻條件，投機取巧、寄人籬下，永遠換不來真正安穩的生活。今天英國可以選擇放行，未來政策風向一變，入境門檻、簽證標準隨時可以收緊。說到這兒，很多觀眾會思考，這場鬧劇能夠帶給普通人怎麼樣的啟示？我們透過這場黑色喜劇提煉3條實實在在的解決方案，無論是對於觀望移民的朋友，還是對身處社會打拼的普通人，都具備參考價值。第一，摒棄兩頭壓住的投機思維，守住立身根本。不少人心中抱有幻想，試圖同時給自己預留多條退路，一邊享受本土發展紅利，一邊暗中準備海外後路。胡志偉就是最典型的前車之鑑。中庸有言，君子之勝其獨也。人一旦習慣腳踏兩隻船，內心永遠搖擺不定，既沒法安心扎根當下，所謂退路往往最後變成絕路。真正長久的安穩，從來不是依靠一本護照、一份外部承諾，而是自身具備不可替代的能力。第二，理解破除海外濾鏡，拒絕被口號洗腦。互聯網上充斥大量美化海外生活的宣傳話術，刻意遮蓋當地物價壓力、種族矛盾、就業壁壘。想要做出移民重大選擇，不要只聽信自媒體單方面的美化宣傳，多方核實真實生存現狀，摒棄不切實際的幻想，不要被虛無的口號裹挾，盲目變賣房產，斬斷根基，最後導致一根筋兩頭堵，進退兩難。第三認清國際關係底層邏輯，依靠外力永遠不如自強。個人如此，地區國家亦是同理。任何外部勢力所有示好，本質都是利益交換，指望外人主持公道，為自己兜底，最終大概率會失望。唯有自身穩定發展，守住腳下的土地，擁有強大的後盾，才是所有人最堅實的依靠。古人常說天道好輪迴，蒼天饒過誰。胡志偉這場跌宕起伏的英倫歷險記，絕不只是一出啼笑皆非的個人鬧劇，更是一記振聾發聵的警鐘。BNO 護照從來不是通往自由天堂的通關文牒，海外也不存在無條件接納所有人的避風港。所有依靠投機換來的後路，所有依附外部勢力編織的美夢，終究會在現實面前一一破碎。我是白飯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